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说起流行之王，你脑海中浮现的是谁？在这趋于分众市场的现代，想必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最佳人选。而在上个世纪，传播媒体尚处于单一化的时期，也有两位超级巨星是当之无愧的流行之王。一是带着舞蹈音乐的流行乐之王迈克·杰克森，另一个则是今天的主人公，美国知名摇滚歌手、演员艾维斯·普里斯莱。他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——猫王。普里斯莱天生就是个幸运儿，生于1935年的他本来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但是在生产过程中，哥哥不幸夭折，他却存活了下来。由于这个缘故，普里斯莱的母亲格外疼爱他。虽然只是密西西比州最普通的农工家庭，但父母对这个独苗苗呵护备至，尽最大能力满足他的需求。当时正逢美国经济大萧条，普里斯莱的父亲为了维系生活，伪造了雇主账单，因此锒铛入狱，房子也被没收了。普里斯莱和母亲一度要到亲戚家借住。父亲出狱后因犯事再次入狱，就这样进进出出好几回。尽管如此，普里斯莱的成长并不缺爱。母亲为了让普里斯莱生活得更好，同时兼职好几份工，还买来他喜欢的唱片机和吉他。普里斯莱从小喜欢音乐，在教堂听唱诗的时候，他总能抓住音乐的节拍，并跟随一起哼唱。还没有读小学，普里斯莱的音乐天赋就已初露端倪。10岁那年，普里斯莱参加洲际博览会，以一首老牧羊犬夺得比赛2等奖。13岁那年，普里斯莱随父母搬到城市孟菲斯，得以接触职业乐手。中学时代，对音乐越发痴迷的他成了宿舍明星。高中时，他在校园文艺表演中夺冠。他一边打工，一边参与演出，同时观察模仿职业乐手的舞台表现，内心萌生成为专业歌手的念头。这些历练为他后来从事摇滚音乐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18岁那年，为了给母亲生日送上一份惊喜，普里斯莱在当地一家唱片公司灌录歌曲，并得到业内人士赏识。19岁，为了赚钱，普里斯莱找了份卡车司机的工作。3个月后，他翻唱了一首节奏布鲁斯曲风的歌曲，正式出道。这首歌在电台一播出，就迅速引起关注，热线差点被打爆。很快，他又翻录了一首具有山村摇滚风格的歌，并对原唱进行了改编。紧接着，普里斯莱成功发行了个人第一张单曲唱片。20岁，普里斯莱的摇滚单曲打进美国乡村音乐排行榜，并很快取得冠军。随后，唱片公司老板将他的合同以$35,000的价格卖给规模更大的胜利唱片。彼时，美国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，白人与黑人之间有着清晰的文化隔阂，对彼此种族的代表音乐嗤之以鼻。可猫王却百无禁忌，改编演唱了一首又一首的黑人布鲁斯，并杂糅多种音乐曲风，做出了融合性的音乐表达，唱出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，对现实的反抗。尽管他对专业性的东西懂得并不多，看不懂五线谱，也没读多少书，只有高中文凭，连他自己都说，我其实不太懂音乐。但他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，打破了音乐上的种族歧视。1955年，普里斯莱还遇到了一个对其生命影响深远的人，他的经纪人汤姆·帕克上校。从正式出道到风靡全美，普里斯莱只用了15个月的时间。普里斯莱的杰出表现被汤姆·帕克尽收眼底，他预见这个年轻人潜力无限，必将成为一棵不可多得的摇钱树。汤姆·帕克说服普里斯莱和他签约，报酬55分配。为了热爱的音乐梦想，普里斯莱答应了这个苛刻的要求。善于营销和包装的汤姆·帕克开始全力打造普里斯莱，一个英俊帅气、台风狂野又极具煽动力的摇滚之王诞生了。舞台上的普里斯莱有一双忧郁勾魂的电眼，油亮高耸的飞机头总是梳得一丝不苟。他的嗓音充满磁性，具有黑人音乐的节奏感，舞步洒脱自信，标志性的扭胯动作颠覆传统，令人移不开眼睛。只要有普里斯莱参与的演出，台下就是一片尖叫。普里斯莱所到之处，无数人为之疯狂。据说他的猫王绰号也因之而来。普里斯莱跳舞时像一只发情的公猫，而他的歌迷又多为女性，就像一群对他迷恋不已的母猫。
妖娆性感，火热不羁。舞台上的普里斯莱风流倜傥，嗓音魅惑，是当之无愧的偶像王者。为了实现普里斯莱的价值最大化，汤姆·帕克安排普里斯莱上各种电台、电视节目，持续发行单曲和专辑，还让他与派拉蒙电影公司签署了长达7年的合约，以保持普里斯莱的曝光率。普里斯莱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，金钱潮水一般朝他涌来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成为经纪人的赚钱机器，一切要听他的安排，不允许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，即使有，也未必会接纳。在汤姆·帕克主导下，普里斯莱拍了许多烂片，他在电影中依然以歌手的身份现身，这与他想拍的那种剧情片相距甚远。当普里斯莱表达自己只想安心唱歌的想法，却遭经纪人一口否决，要么全来，要么什么都别干。穷怕了的普里斯莱不敢抵抗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，他慢慢接触到兴奋剂和安眠药，并迅速对他们产生了依赖。到了后来，普里斯莱更是深陷毒品不可自拔。由于他的卓越成就，尼克松总统为他颁发了可以合法持有毒品的勋章，普里斯莱吸毒更加失控了。精明的汤姆·帕克丝毫不体恤普里斯莱的辛苦，在他的策划和安排下，普里斯莱参与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演出中，他的舞台表现让人叫绝，续约的合同接踵而至，容不得普里斯莱喘息。为了维持密集的夜场演出，普里斯莱白天吃安眠药，晚上服兴奋剂，周而复始。经纪人和药物、毒品彻底控制了他的人生。到1977年8月，普里斯莱去世，他一共拥有784首歌曲，举办过1684场演出，参与了31部电影的拍摄，堪称用生命在歌唱。在他的遗体中被发现有14种成分各异的毒品残留。如果说经纪人和药物直接导致了普里斯莱人生的失控，那么母亲和妻子的相继离去就是压垮普里斯莱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普里斯莱成名后，很快购置了豪宅豪车，并把父母接到了自己的私宅雅园，给他们大把的金钱，一家人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。可普里斯莱的母亲还没享什么福，就因病去世，这带给普里斯莱无尽的哀愁。长期以来，是母亲全力以赴支持他的梦想，不计回报地照顾他的生活。这样的打击让刚刚20出头的普里斯莱完全无法接受。生活总要继续。23岁那年，普里斯莱应征入伍，在服役期间，他爱上了一个名叫普瑞希拉的女孩。1967年，经历爱情长跑的两人结婚，并很快有了女儿丽莎。漂亮的女儿被普里斯莱视为掌上明珠。然而，这对夫妇婚后的关系并不和谐，结婚次年就各自有了情人。在婚后第6年，普瑞希拉向普里斯莱提出离婚，理由是厌倦了一个人的婚姻生活。虽然普里斯莱在婚后并没有忠诚于妻子，但他内心珍视家庭，尤其是女儿。他不相信妻子真的会离开他。婚姻失败后，他的生活再一次跌入痛苦的深渊。少了家庭的束缚，普里斯莱更加放纵自己，开启了醉生梦死的集邮生活。据说普里斯莱生前一共睡过3000个女人，私生活极度糜烂，甚至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一晚跟8个兔女郎颠鸾倒凤，连好莱坞艳星玛丽莲·梦露都和他发生过一夜情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报道显示，普里斯莱钟情未成年少女，口味独特，繁重的演出合同还在持续，场场爆满的演出盛况让普里斯莱彻底沦为赚钱机器。为了抵抗压力，普里斯莱除了服药还暴饮暴食，他的体型和演出状态越来越差，有时甚至站不起来，只能在舞台上躺着唱歌。70年代初期，猫王对毒品的依赖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健康，癫痫、记忆力下降、脾气暴躁、心血管疾病、肥胖，音乐止步不前，颜值一落千丈。粉丝们终于意识到，他们再也找不回那个曾经的猫王了。经纪人的压榨、繁重的演出、不规律的生活、嗑药纵欲，被前妻一再追讨生活费，普里斯莱的健康一点点被摧毁，他精神恍惚，嗓子变差，时时陷入焦虑之中。1977年8月16号凌晨4点，普里斯莱在服药后和当时的女友一起打了壁球，之后又骑了健身单车，弹了会儿钢琴。7点半，他躺在床上却失眠了。
9点，普里斯莱告诉女友自己去读报纸。等女友在下午2点醒来，发现普里斯莱时，他看起来已经死了。当天下午3点半，医生宣告抢救无效，一代摇滚之王结束了年仅42岁的璀璨人生。他的意外猝死让全世界的歌迷陷入悲痛之中。1987年，普里斯莱获颁第14届全美音乐奖终身成就奖。2004年，在滚石评选的史上最伟大50位流行音乐家排行榜中，普里斯莱荣居第3。2018年，普里斯莱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。虽然猫王的生命只有42年，但他在音乐和时尚领域取得的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。他前卫多元的造型元素，直到今天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喇叭裤、连体裤、飞机头、斗篷、亮片、流苏。眼下，尽管猫王已去世45年，但他的歌曲、造型、舞台肢体语言早已成为美国音乐乃至流行音乐的一部分。他的成就和地位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磨灭，我们依然能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看到他的影子，听到他的歌。他开创了摇滚的历史，将摇滚乐推向全世界，而他自己也活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传奇。只是如果普里斯莱在生前能够自律一些、清醒一些，他的成就恐怕远不止这些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